史前文明研究者汉考克在研究吴哥窟的时候就惊奇地发现，吴哥窟的建筑群居然是依照天文现象来建造的，而吴哥窟的建筑群对应着天龙座的位置。根据澳大利亚考古学家用光学雷达扫描就完成了柬埔寨的吴哥窟周围区域，他用软件就构建出了3维的吴哥窟古城的模型，居然惊奇地发现这个模型比吴哥窟大了800多倍。难道吴哥窟是史前文明天龙星人建造的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Hello， 大家好，小唐。在故事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吴哥窟。吴哥窟是19世纪一个叫亨利·莫奥的探险家呢和博物学家发现了沉睡的吴哥窟。他来到柬埔寨，进入热带丛林里探险，于是就发现了一座藤蔓缠绕的宏伟寺庙建筑群展现在他的眼前。那么这个建筑群呢，就是吴哥窟。这座惊世的高棉帝国古迹才得以重放异彩。在1992年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吴哥窟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吴哥窟是一座非常庞大的寺庙，占地呢162.6公顷宏伟壮丽，整座建筑重量超过300万吨。传说当时动用了30万能工巧匠和6000头大象，耗时30年才建成。墙面雕刻生动自然又细致，为高棉古典艺术代表，是世界第1大宗教建筑，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高棉式建筑。吴哥窟经历了1000年的风雨而不倒，所以不得不说是建筑史上的奇迹。吴哥窟这个名字是从柬埔寨语翻译而来。考古学家从吴哥窟里找到了一些文字，就发现了一位叫做苏利耶拔摩2世的国王，他被称为太阳王。这位国王的浮雕也出现在了寺庙的石墙上。于是考古学家就认为这位太阳王很有可能就是吴哥窟寺庙的建筑者的缔造者。这苏利耶拔摩2世是公元12世纪东南亚的一位君主，他笃信印度教的毗湿奴，而当时的中国正是北宋末年南宋初。那个时候柬埔寨的名字就叫做高棉。这位太阳王当时拥有一支强大的大象部队，他拥有1000多头战象，所以所向披靡。除了今天的柬埔寨他同时还征服了周边的比如说泰国老挝、缅甸、越南等等。所以吴哥窟这座超级雄伟的寺庙群就出于他的手笔。那么这个推测也还挺合理的。但是当考古学家就以为这样就可以下定论的时候居然就发生了800倍大的吴哥窟事件。因为澳大利亚的考古学家埃文斯通过光学雷达的测绘数据扫描再通过对吴哥窟古城的这个软件模型的构建的结果就显示，古城的规模远远不是神庙集中的这1.62平方公里，而是大了800多倍。城市规模达到上千平方公里，简直不可思议。相较12世纪同一时代的北宋开封和欧亚交界的君士坦丁城堡，当时是被公认的是世界上最繁华最大的2座城市。北宋的开封的城区面积不超过50平方公里，人口超过100万以上。君士坦丁城堡的城区面积不超过20平方公里，人口是100万。而这2个帝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高棉帝国当时即使是它再强大也是世界边缘的小国呀，它怎么能够造出占地多达1296平方公里的古代城市呢？如果这个庞大的古代城市在这片土地真的存在过的话，那它一定不是高棉帝国建造的。所以史前文明的研究者汉考克在研究吴哥窟的时候，惊奇的就发现吴哥窟的建筑群居然是依照天文现象建造的，它居然是对应着天龙座的位置。而寺庙正好就位于天龙座龙头的4颗星的位置上，而吴哥窟城其他的几处重要的宗教建筑也对应着天龙座的其他星系。奇怪的是，吴哥窟所对应的并不是今天的天龙星座，而是12500年前的天龙座。那为什么呢？这是由于地球的岁差的现象而造成的。岁差的现象简单来说，就是一段漫长的时间之后天空中的星座的位置会有旋转和位移嘛。哪怕是人们普遍认为的北极星也会有岁差的现象。经过漫长的时间以后它的位置也会有所偏移。不过变化的过程中是很缓慢的。一般来说，每隔72年只有1度的变化，所以人们用肉眼根本察觉不出来。那么现在的天龙座和吴哥窟的地面建筑是没有办法准确对应的。而汉考克是借用了计算机的反推，他惊奇的就发现12500年前的天龙座和现在的吴哥窟的建筑群能够完美的匹配。难道比吴哥窟大800倍的古城是由外星文明天龙星人建造的吗？以下的故事非常玄幻，大家当故事听听就好。关于天龙星人的传说一直都有。根据俄罗斯克格勃绝密档案资料的曝光里面有包括来历、能力都非常的详尽，甚至包括阿尔法天龙星人老早以前就来过地球，
并以传说的形式呢流传于各国的上古神话当中。在资料中呢，专家称天龙星人为爬虫类外星人，他们属于皇室统治阶层，与普通的外星人不同啊，他们拥有翅膀，而身高大约在2.1米到3.6米之间。用肤色来判断其层级，其中白色皮肤的天龙星人呢等级最高，而天龙星人在宇宙中呢已经存在数十亿年，精通遗传学，在无数个星球上，他们创造了无数的种族，因为他们当神一般的创造者，在被创造的种族面前呢，他们拥有绝对的优越感。所以天龙星人呢存在于银河系的大部分区域，并且攻夺了猎户座的大部分区域，取得了绝对的控制权，并将下等的天龙人聚集在了名为参宿五的猎户星座。阿尔法天龙星人是银河系里面第一个有星际空间旅行的种族，并且拥有这样科技的能力已经超过了40亿年。如果说蜥蜴人和天龙星人的区别在哪儿的时候，那就可以说是一个低等，一个是高等的区别。而天龙星人呢，是我们所在宇宙中最古老的爬虫类种族，他们的祖先呢是来自于不同于我们宇宙的另一个宇宙体系。天龙人教育他们所创造的种族啊，称他们是第一个出现在这个宇宙当中的物种，是这个宇宙的继承人，理所应当呢就被认为是最高的王室。在他们征服的众多星系当中啊，已经在基因上将许多的生命形式进行了改造。而阿尔法天龙星人很久以前就来到过地球，并以神话传说的方式呢保留在了华夏文明当中。比如说我们早期的神话故事啊，伏羲、女娲、盘古，那么这3个人都是人首蛇神，上古神仙。那么在苏美尔文明里面也有2个非常重要的神啊，就是恩基和宁胡尔萨格。他俩呢既是兄妹又是夫妻，而且从出土的泥板的雕刻来看，恩基和宁胡尔萨格呢都是上半身是人形，下半身呢也有类似于光滑的鳞片一样的东西，长得呢又像鱼又像蛇。所以苏美尔石板是这么记载的呀，说宁胡尔萨格呢把神的一部分和泥土混合，然后就造出了第一批人类。那么在中国的神话里面，女娲呢也是人类之母，第一批人类呢是用女娲用泥土而捏出来的，也就相当巧。另外在苏美尔文明里面，恩基呢对人类是非常友善的，不仅传授给人类知识，还教会了人类种植和渔猎。那在中国的神话里啊，伏羲也是对人非常友善的，而传授了人类很多知识，像八卦、易经、文字，还教会了人类种植和渔猎等等。除此之外呢，还有更巧的就是苏美尔石板记载了大量关于恩基和宁胡尔萨格呢跟以恩利尔为首的爬虫族的战争。那么这2伙外星人就一直打，感觉都没有停过。特别巧的是，在中国的神话里啊，神和神之间也是一直在打架的。其中有一次就是火神祝融和水神共工的打架，水神共工战败呢，怒撞不周山，导致了天塌地陷，而天河之水呢就注入了人间，导致了大洪水的爆发。在苏美尔神话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就是恩基和恩利尔2伙神打架呢，然后恩利尔集团最后就发动了大洪水。所以听到这儿，你可能也猜到了，阿努纳奇那伙人其实啊就是天龙星人。其实叫阿努纳奇都不对，应该叫拿非利人。原因也很简单，记得霍皮族人提到过蚁人朋友吗？那才是阿努纳奇啊。那为什么他们叫蚁人呢？因为他们的头上啊有2个角，而且在地下挖矿。最关键的其实就是他们也是爬虫族的外星人。那么那些蚁人告诉霍皮族人，他们是来自于猎户星座。记不记得之前就想过了，猎户星座呢就是被天龙星人控制，而霍皮族人居住地呢对应的就是猎户星座。那么这些挖矿的阿努纳奇其实并不坏，坏的是他们的老板拿非利姆人，也就是我们提到的天龙星人。而大卫艾克呢是一位著名的外星阴谋论者，有一次他访问到了南非祖鲁人的巫师呢穆特瓦，也揭露了古代非洲曾经受过蜥蜴人的统治。穆特瓦就声称自己曾经被蜥蜴人绑架过，甚至还见过黑衣人，他还吃过灰人的肉。因为他们的神话流传当中只要被认为是神的东西都可以吃。当时他就跟朋友的夫妻一起享用了小灰人的肉，之后他说他大病3天期间皮肤奇痒无比，喉咙呢肿胀以至于无法说话。最后他当撑过这几天之后，他突然就感觉到自己的味觉变得比以前敏锐了，而有着一种万物一体的感觉。然而小灰人的味道，他说就像舔铜币一样，有一股浓重的金属味，非常的难吃。穆特瓦说小灰人呢是蜥蜴人的帮凶，他们出现的时候总是穿着外套，而这个外套是很坚硬的，你只能利用锋利的重斧才能够劈开。而里面真正的小灰人的身上的血管都是非常接近于皮肤表层的，他们非常脆弱而容易受到伤害，所以他们才会穿着一个坚硬的外套。他们的眼睛是那个外套上面是戴了墨镜的，
实际上它们的眼睛是圆形的，皮肤的真实的颜色就跟那个灰色的鱼皮一样。而它们呢，很得意人类当今还搞不清楚它们真实的面目。穆特瓦还说，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呢，他就拿出了一幅画，画上就画着他所描述的这个蜥蜴人，就和那个星际大战里的达斯维达的样子很像。他还说，由于是冷血动物啊，所以低温会使这些蜥蜴人衰弱，以至于必须生活在较热的地下。他们的眼睛呢就像蛇一样，而眼睛能够发出杀人的光。当他们决斗的时候，是用眼睛的光来打架的。这些特征呢，而在非洲的许多民族中也可以发现。比如说，许多非洲的王室都宣称拥有神的血统，这个证据就可以从模仿爬虫类的特征可以看到。因为由于蜥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下巴会长出骨骼类似的螺旋的衍生物，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比如说埃及的法老，他们的下巴也连着一个东西，很长，这就是在模仿爬虫族嘛。而蜥蜴人的脑袋瓜呢还比人类大，所以人类的很多国王啊都戴着头冠，比如说阿拉伯人还会缠着头巾，维京海盗呢头上还长了2只脚，全都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利啊是由神所授予。而穆特瓦宣称蜥蜴人呢他们是不吃饭的，他们只吸收能量，而且专门对女性下手，然后牺牲他们恐惧时所产生的能量，并用眼睛注视着受害者。女性身上有一种特别的能量，受到恐惧的时候，因为女性会尖叫嘛，这个时候这个能量就会被释放出来。而蜥蜴人的王室呢，也就是高等的天龙星人，他们在眉眼间还有着第3眼，与赫鲁斯之眼共济会的那只眼睛啊一模一样。穆特瓦还说，罗德西亚的柚木呢会对蜥蜴人有毒，可以杀死他们。所以每当地球上的雨林正在减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大多都是柚木被摧毁了。即便是数十万年前存在于地球上非常大的恐龙呢，实际上呢也都是低等级的爬虫类动物，它们是天龙人战士所创造的，是在这个星球上当时进行的一项伟大实验的一部分而已。而数百万年前的爬虫族在整个宇宙中创造了一场巨大的动荡。首先在这个星系天琴座开始，并在猎户座等星系中建立了据点。大约30万年前呢，当爬虫族入侵地球的时候地球就受到了影响。然后他们就开始在地球建立了各种远古奇迹、巨石文明。当今的吴哥窟呢，只是其中之一。而汉考克呢，考古还发现了吴哥窟的建筑的石料在使用和堆砌上的技巧，也是和更加古老的巨石文明的建筑有相似的特点。吴哥窟的主要的建筑材料是一块一块方形的红砂岩堆砌的，而每一块重量都在1吨以上。而他们是采用的是堆砌的方法，石头和石头之间呢不使用任何的粘合剂，而是将打磨好的石头砌在一起，严丝合缝，非常的结实。这就和地球上存在的其他巨石文明的建筑非常类似了，比如说埃及的吉萨金字塔、秘鲁的瓦伊塔拉教堂。而基于这些特征呢，所以汉考克就推测吴哥窟也许早在12500年前的巨石文明时代就已经存在了，它的主体结构呢就已经建成了。是高棉帝国的统治者后来在这里发现了它，认为这是神赐予他自己的奇观，于是在原有的基础上，他们又建造了更多的建筑、雕刻和图案，然后拿来做神庙和皇陵使用。最后呢，从科学的角度来说目前我们还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外星人的存在，所以呢，以上就当故事听听就好。但奇怪的是，中国神话中的伏羲、女娲、盘古以及苏美尔文明的神呢，都是人首蛇身。这些神话故事如此的相似，难道真的只是巧合吗？好了，故事呢，宇哥就讲完了。好了，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欢迎在下方留言与我们互动哦。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小唐的频道哦，拜拜。拜拜。